3月疗愈清单，然后这饮料袋超级可爱，因为当你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更具体的了解你自己到底在痛苦什么。在买的时候发现他们有在做折扣。我第一次穿这件出门的时候好像是去逛街吧，我直接被店员问爆，然后就会有一种很休闲运动，然后但是又有一点，然后超级可爱，一整件白色的。它里面衬衫是我自己配的啦，但我自己觉得。Hello， 大家欢迎回来。这一集呢，要来聊我的3月疗愈清单。不给摸。然后这一次的清单呢，物品蛮多元的，就是算是什么都有，就比较不会像上次我觉得可能着重在书的分享比较多吧，但是这一次就是真的是蛮多样化的。先来推荐一些小东西好了，小东西呢就是我最近跟代购买的这个饮料提袋，就是现在不是大家都会，就是因为因应环保，饮料店已经不能提供袋子给你拿了嘛，所以大家都会带一个环保提袋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最近出入，就会觉得，就是手一直要拿杯饮料很不方便，就你这只手拿饮料就被封起来了，不能拿其他东西。所以就如果你挂一个饮料袋的话，就好像还可以做一个什么。然后这饮料袋超级可爱，我都叫它是泡泡背带，有没有很像？因为都屁股圆圆的，然后泡泡也会尾巴翘很高这样。然后这个是星巴克出的，然后他们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有出另外一个粉红色的版本，然后黑色的版本的猫就是超级刚好，毛色是灰色的，就是跟我们家一样，只是我们家是深灰啦，在这边，然后它是浅灰，但总之就都是灰猫的感觉。然后那个粉红色的好像就是真正纯白的白猫了吧，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哇天啊，这也跟我们家的猫咪太像了吧，超级喜欢，很可爱。然后可惜的是它的这个杯套尾啊有一点小，就基本上就是只有咖啡杯才能用，就如果你自己要带什么保温杯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宽一点的杯子，其实就装不太下去。它就是只有咖啡杯适用，所以就是大家买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我自己就觉得很疗愈啦，很可爱，但是实用度的话就是看你比较常喝哪一种。如果你是很常用家里的保温杯，然后带咖啡的话，那可能这个就会装不下去。买的时候注意一下大小，很可爱吧，很小吧？没想到居然会推荐这种小东西，这是我们家这个剪辑小助理一直要求的，就说想要看小梅介绍你都带什么小物。对，就是其实我身边也是有带很多这种很小的小东西，因为我一直以来其实都蛮有在收集吊饰的，但我很少跟大家分享我的包包的吊饰、挂饰，就是那种今年这2年不是很流行挂娃娃吗？然后这是我最近新买的 Jelly Kate 是一个英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本来是专门卖一些给小朋友的玩偶，然后结果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在大人间也突然爆红起来。原因是因为它的，如果你是去它的直营店买东西的话，然后它都会用非常带入的方式去卖他们那一期的产品。我记得有一期他们好像是店员就装扮成素食餐厅的店员，就他会把那个炸虾啊什么的夹起来，就是你要一份炸虾吗？这样子，然后就是让你很有在素食店买素食快餐的感觉，但其实你买的只是娃娃，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哇天哪，情绪价值给的好高，然后就突然整个爆红，然后东西也超级可爱，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应该说是主打推荐的泰迪熊，所以就是很可爱。最近就是这样挂着，然后请代购姐姐买的。
但是我记得台湾也有卖啦，所以就是大家成品之类的找一找，应该就有了，或者找 Jellycat， 不太确定大家有没有兴趣，所以之前一直没有推荐。然后是小助理敲完，我才想说，哦，好啊好啊，那我也可以就是介绍给大家，我都买什么样的疗愈小物。然后再来呢，就是我2月的时候，朋友推荐我喝的一款那个高蛋白饮。然后喝了之后惊为天人，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就是这个 The Vegan 乐维根，然后它也有小包装，这是我自己买的，然后就是我在买的时候发现他们有在做折扣，就是有一些口味啊，就在买1送1什么的，所以我一次就直接买了1大箱。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蛮勇敢的，我很常朋友推荐我东西，然后我就会直接买一坨拉苦，就是我很少先试用，或者是我跟厂商要看试喝什么的，我很少，就是我就直接我就会想说。我自己先买买看啊，如果我真的有喜欢，我再推荐给大家。所以就是这是我自己买的，这个是咖啡口味，然后这是黑糖奶茶口味。我超推黑糖奶茶，但等一下再来讲为什么超推黑糖奶茶。现在讲为什么特别推荐了 Vegan， 因为它是植物性蛋白质，而且呢，它做的呢是分离式的，所以呢，你在这边都会看到它是这个。分离大豆蛋白，对，然后因为是植物性蛋白质嘛，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用大豆来去制作。那大豆是怎样的？大豆就是豆浆，所以你喝起来呢，就会有一种在喝豆奶的感觉。然后因为它也不会额外添加代糖啊，还是什么的，所以整个味道喝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重点是因为它是用分离式制作的方法，所以就也不会有那种胃胀气之类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喝很多高蛋白，很容易，真的很容易一喝，然后就胃胀气，很烦。然后加上有一些高蛋白会有一些，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化学味。一开始喝第1杯、第2杯可能还好，可是喝到第3天、第4天就会觉得，但这个化学味好像有一点越来越明显。就是我知道大家市面上有很多选择，而且大家也尽量做的越来越没有那种化学的口感，可是有的时候就还是会觉得就怪怪的，所以后来就都没有再喝，就是一般的高蛋白饮这样子。然后是一直到朋友推荐我这个，我才觉得好好喝哦，而且它就是很豆奶的感觉，你就会有一种我们在喝豆浆或者在喝豆奶。无糖咖啡这个口味，我觉得普通。普通 OK， 就是虽没怪味，但普通。在日本的星巴克，你可以把那个拿铁的牛奶换成豆奶。一般在台湾可能会换燕麦奶，然后好像也可以换豆浆。然后但是在日本呢，有豆奶这个选项，很赞。然后这个就有一点是咖啡加豆奶的感觉，但我觉得超爆好喝的是这个黑糖奶茶口味，真的超好喝。它有甜味剂，就是我目前还没有开始讨厌它里面的甜味剂的味道。这个配方很好喝，不会让你有那种好化学的感觉，不会，你喝到的就是黑糖奶茶，你还是会隐约的感觉到这是豆奶，但是你喝到的就是豆奶的黑糖奶茶，我觉得很厉害，所以推荐给你们。就是如果最近有想要尝试高蛋白的人，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人，该不会到现在还有人觉得要运动才需要补充蛋白质吧？ No， 就算你没有在运动，只要是你平常容易蛋白质摄取不足的人，都很适用这些产品，好不好？就是现在大家都说要吃的健康的话，就是碳水、蛋白质跟膳食纤维3种你都要吃。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最好是可以用2:1的比例，膳食纤维2，蛋白质1，然后碳水1，就是2:1:1的方式去吃，才会是比较符合就是身体健康的。没有要减肥，也没有要减重哦，就是在讲一个吃东西的方法。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就觉得，我怎么特别容易胖，或者是我越吃越胖，那有可能就是你某一种东西吃不够，然后身体营养素不足，然后造成你代谢不好，那就很容易就是会有刚刚说的那些问题，然后或者是排便不顺啊，或者什么的。总之，如果身体上有不舒服，我觉得也可以从吃开始，先从吃的健康开始，然后呢，你就可以改善很多身体觉得不顺畅的地方。
我现在要讲一个，就是一定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前2支影片有提到，就是我2月底到3月初一直在沉迷一款游戏，为什么我没有推荐它？我现在要讲原因了。我2月底到3月初就是沉迷《魔物猎人荒野》这款游戏，然后我是真的超级沉迷到一个不行，大概开机那个游戏一上线1个礼拜，我就累积了大概40-50个小时的游戏时数，然后我就爆炸了。怎么样的爆炸呢？就是我就开始变得很虚弱，然后本来我2月中的时候有一个感冒，然后2月底就是差不多快好了，就是要好不好的那种感觉，然后一直拖到3月初好像快好了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又沉迷了这款游戏，然后我整个作息大混乱，然后大爆炸，然后我现在大过敏，超惨，擤个鼻涕，超级惨。所以就是我刚过敏的那1-2天，我就想说，不会吧？我觉得我的身体怪怪的，就是头晕晕的这样子。就是其实那种过敏性鼻炎跟感冒的症状会很像，你会一直流鼻涕，然后鼻塞，然后头闷闷的这样，因为你这边整个会塞住。所以我想说，不会吧？又感冒了还是怎样的？但是不管你是过敏性鼻炎还是感冒，都是因为你身体有一点虚，然后加上天气变化很大，所以就让你的身体起了某一种反应，就是不太舒服。这支影片完全不推荐大家，不想推荐大家这件事情。我觉得喜欢玩的人还是可以玩电动啦，还是可以玩，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要好好的提醒一下自己。然后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再喜欢，你再有兴趣做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有限度、有控制的去做它。我们真的不能很喜欢，然后就哇一股脑，然后一直做，然后完全不管你之前是怎么作息，完全不管你有现实中有什么事情需要做，然后什么我们不能完全不管。我觉得这就是修炼的一部分，你就是要修炼你自己。即使我再喜欢做这件事情，好，我今天打够了，那我就真的要停。然后其实我在打电动了，大概疯打电动的第2个礼拜开始吧，就已经开始有一点情绪不稳啊，然后觉得很燥啊，然后觉得脑袋的思绪很多啊，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跟前一阵子没打电动的时候那个差别落差很大，比较难睡着，跟比较难进入深层睡眠，然后起床特别容易累，所以呢身体呢就慢慢变有点虚弱，然后到现在直接大过敏。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频道比较像是想要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些疗愈自己的事情，然后多照顾自己的事情。打电动是照顾了心情，没错，就是好快乐的玩。可是失控了之后，你就完全没有照顾到自己啊，你完全没有那个照顾到自己的部分，完全没有。所以这是我今天没有想要把游戏放在我的3月疗愈清单的原因，这是就我的个人经历了，好不好？所以我没有把它放到我的清单。那如果自己平常压力很大，你觉得需要靠游戏抒压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但就是有控制，然后不要让它变成是你的另外一种失控。下一个疗愈清单就是我本月的阅读书籍，然后毕竟刚刚讲了这么多沉迷的部分嘛，所以想当然这个月的书籍没什么书，但是依然还是有一本，但我还没看完，因为这本书的书也是字数很多，总共有16万字，然后我目前看到一半。大概56%的部分，但是看了之后呢，也是觉得光是看到中间就觉得有非常多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本书呢叫做《僧人心态》，然后我现在是在这个电子书上面看，因为就是这也是很厚一本，他会用很多他实际亲身体验的例子，然后有一点像是说故事的方法，然后来去说他自身的经验。然后我刚好也是比较喜欢有故事性写法的人，所以我就是找了这本书来看，然后看了之后就真的也非常喜欢。
想推荐给你们。那真人心态呢，他这个作者他就是本来呢好像也是，本来也是就是科技还金融业，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说书频道，我们就讲个大概就好。反正他本来也是自己有工作的人，然后也是过着非常非常忙碌的生活，就是在工作方面啊，然后跟学习方面都非常非常好，然后是可以就是在职场上是有那种高薪水准的人。但是呢，他后来呢就选择出家修行，然后修行完了之后又有一些生活上的体悟，然后他就决定要把这个僧人的心态发扬光大。然后呢，就又回来，举办非常多的演讲，然后再传授他在当僧人的时候有一些概念跟心态，然后是如何运用在生活上的。里面有非常多就是教大家如何慢下来，然后如何不要思绪这么多的方法。就是里面有一些东西就写到，你就会觉得不可能，我怎么可能现在做到？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你想要我做的。但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就先看看，然后觉得做不到就把它放在心里，真的是先放在心上，然后尝试靠近那个目标看看，说不定有一天真的可以到。就像瑜伽一样，虽然你现在手可能放不到地板，但总有一天你的手可能就放得到，总有一天你的腿就伸得直。然后里面也是有一些我自己的那个划线的注记，都是一些我觉得蛮好的，对我很有启发的话。像是他书中间里面会有一些需要你拿纸笔出来的一些练习跟面对自我的方法，我都觉得蛮好的。像是有一个练习是请求与接受宽恕，然后他会让你大概的列出你很生气的那个人他犯的错误有哪些，然后写出来的时候，每一个项目都从我原谅你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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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我原谅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我原谅你对我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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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一条一条一条的写，直到你把你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完为止。然后，因为当你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更具体的了解你自己到底在痛苦什么。然后等到你很具体的了解这些了之后，这个了解就会帮助你慢慢的放下。当我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我直接练习到爆哭我写超长，整整1页，但是我的对象是不理解我的酸民，因为大家都对于我不开实况这件事情，没有大家啦，就是有一些人对于我不开实况这件事情不是很理解，然后而且一直把就是跟我结婚这件事情挂钩，让我觉得有一点懊恼。可是我又有一点不想要，就是我觉得我在被误会的那段期间，我是没有力气反击的，因为我就会觉得，一个是我很累，就是我一直在休息嘛，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在一个休息的状态，然后所以我没有想要反击，因为我就觉得我还需要休息，我没有办法，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想那么多，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就吞下来，然后但其实我自己心里有很多委屈。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就真的有把我很多很痛苦的事情，就是都写在纸上，然后我就边写边哭，边写边哭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天哪，我真的有在释放我的压力的感觉。不能给你们看，就是这样满满1页，然后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念给你们听，好好笑。有一个我写，我原谅你们的这些坏事，已经可以让我写满整整1页。就是因为你们这么坏，所以我才能够大步迈开往前走。因为我这么的热爱实况，如果你们不够坏，我一定走不了。但是因为你们真的太坏了，我感到太辛苦，我已经太累太辛苦了，所以我必须休息。超好笑，就是对酸民说的。我知道还是有非常多观众是有就是知道我的状况，然后知道我很累，我必须休息，所以我就是真的是针对这一些不谅解我的人。然后，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是有，应该说一直到现在吧，都还有一点在
怀疑说，休息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决定这样子。但是就是我的最后一句就停在我原谅你们连休息的时间都不愿意给我，所以才让我下定了决心。有没有觉得写下来好像真的很有用？就是这个写下来，到最后就会让你看清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光是这一点就帮助我非常非常非常多，因为它让我真正的写下来，然后具体化我痛苦的事情是什么。而且这个具体化之后，就是也真的有帮助我慢慢的把这些事情都放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所以如果很有兴趣的人，你可能也可以看看。最后呢是穿搭推荐，因为我这个月刚好3月是春天的开始，所以我这个月就是有买了一些换季的衣服，然后呢刚好有发现一个日系的品牌，非常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所以呢就有把我买这个品牌的衣服全部都挖出来，想说直接穿给大家看。其中一件呢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它是夹2件式的上衣，然后因为它外面的袖子做的非常可爱，非常浮夸，所以我第一次穿这件出门的时候，好像是去逛街吧，我直接被店员问爆，他们又问说，你穿的这个衣服是什么牌子什么的，因为就是你看它的袖口非常非常可爱。这个品牌呢应该是叫 BB 吧 ，BIBIY。BIBIY 应该是叫 BB 吧，其实我不太确定这品牌要怎么念，但是呢，就是它的每一件衣服的设计都非常的特别，虽然价位是偏高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分散投资嘛，有一些可能买就是比较便宜的品牌，比较快时尚，那有一些的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款式我或许可以买贵一点高单价的，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可以参考看看，然后如果你有预算的话呢，就也可以买看，因为我自己买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满意。然后这是第一件，但是这一款已经没有了，这款已经卖完了。这个是我在找就是代购，因为是日本的牌子嘛，然后这个是这个代购的压箱宝，目前官网上已经没有这一件了，但是等一下呢，有一些新款是现在官网还有的，我有看，因为就是其他的有一些我是等它出了新款之后，我直接在官网上买的。那这一件呢是已经没有了，所以就sorry， 但真的超级可爱。再来呢就是这一件有葱花的针织上衣，是不是超可爱？而且其实介于浮夸与不浮夸之间啦，它就是有一点。上面会有一些这个小金葱，不是葱花，我在讲什么？最近做太多菜，是不是？金葱上衣，它这边就是有一些这个小金葱的线条，然后呢，肩膀呢是有垫肩设计，所以你这边呢看起来就会比较有分量一点，然后这样子就会看起来特别的有腰身。我自己觉得很好看，然后呢，我还有看到他们的创办人有一个穿法，我非常喜欢，还是用这种很浮夸的大长裙这样子，把自己的头发给绑起来，然后就会有一种很休闲运动，然后但是又有一点这叫什么小贵气感的这种感觉，这怎么一回事？怎么会这么好看？是不是？很赞，就虽然有点贵，但是很值得。我不确定你们看完之后懂不懂我的意思，会在一些小细节眼睛为之一亮，就觉得天哪，居然会这样子设计！就是虽然只是一件上衣，但是看起来跟其他的牌子好像就是不太一样。然后第三个也是我超级喜欢，然后也是现在还买得到的，他们今年的春季的新款，就是这个花布的吊带裤，它是裤装哦。噔噔，然后它的下面是做半镂空透明的这种蕾丝布料，然后内层的话会做到靠近膝盖左右的5分，然后超级可爱，一整件白色的，
啊，里面衬衫是我自己配的啦，但我自己觉得如果配蓝色衬衫什么的，应该也会蛮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个小巧思，它侧边也有一个镂空洞，所以如果大家配短衬衫啊，或者是小背心，应该都会非常非常可爱。然后下面呢，我自己是觉得乐福鞋，然后害羞的话可以穿一个有筒的袜子之类的，就会超级可爱，超级春天的。噔噔。然后我配的这个配件啊，像我后面的这大长圈，然后跟这个花边的小包包，都是我从 COS 买的，就是那个101的那间什么 COS Store。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包包根本是我挖到宝。这个，要不要猜多少钱？直接公布，1900，超便宜啦！就是我先说一下，因为 COS 他们也都是卖那种3、4千块、4、5千块的，价位比较高。这个1900真的超级便宜。这个呢也是我这个月份去买的，所以你们应该还买得到。然后这个包呢跟这个大长圈是同一个系列的，都是我在101的 COS 上面找到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再去挖挖看，还买不买得到。就是这2个配件都不贵，都很便宜，然后刚好都可以配上我最近的爱牌 BB 的新的春装。最近就是又有一点想要走回小贵气路线，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会不知道就是我有时候会想要走这种法式啊，然后或者是什么韩风啊或者什么的，但最近就有一点想要走回这种日系感，自己讲。总之我非常非常喜欢。好的，以上呢就是我3月份的疗愈推荐给你们，希望就是有一些单品你们也喜欢，然后你们也还来得及买。希望他们不要卖太快，然后也希望这个月推荐的书也对你们有帮助。然后如果大家有心情上不好的地方，就是除了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平静下来之外，还有非常多，例如说可以找朋友聊聊天呐，然后或者是找 ChatGPT 聊聊天呐，也很有用。或者是像我这样子自己看书，选择自己消化，我觉得都可以用自己舒服的方式，慢慢的从那个感觉走出来就可以。我们不一定要是很棒很完美的人，我们不用，好不好？我们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好了。我们不要管别人，别人也不要管我们。以上就是我3月的疗愈心得，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谢谢你们又再度听我讲了这么多废话。我觉得我自从看了这本书之后，心境有蛮大的改变，然后心情也变蛮好的，有点从之前的委屈走出来吧。就是我觉得之前真的有委屈，就是有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然后什么才不管大家，但其实我已经就是在我前面的实况也解释了很多了，然后就是我几乎。其实，在我停播之前，我已经有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给大家预告，然后也在各式各样不同的平台已经有跟大家讲，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没关系，好不好？我觉得我好像有比较从这个委屈里面走出来了，然后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慢慢的消化自己的情绪，然后不用再要求自己要更好或者是什么的，好好的照顾自己就很够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顺顺利利。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我结尾好像会让人很出戏，我一直这样，为了要符合我的高度，好笑。这个我觉得我应该请剪辑师帮我码掉，然后等到我最后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再把这个画面给打开来，就比较不会，大家不会一直看这边。好啦，大家拜拜。